在短剧市场经历了无数次快餐化消耗之后，很多观众早已对那些套路化的霸总桥段产生审美疲劳。曾经一个壁咚，一次误会，几场眼泪就足以撑起一整部爆款短剧。但如今观众越来越清醒，他们开始追求更复杂的人性，更高级的情绪拉扯，以及真正能够让人沉进去的故事。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逃离他的岛突然横空出世，以一种近乎压迫性的氛围感迅速席卷全网。最近只要杀到短视频平台，几乎都能看到那组极具电影质感的孤岛婚纱照。阴冷的大海，灰蓝色天空，被海风吹乱的白纱，以及蒋正邦那种仿佛下一秒就会失控的眼神，让无数网友瞬间上头。很多人甚至只是看了10几秒预告，就开始疯狂催更、催订档。如今这部剧在红果 App 上的预约量已经突破100万，这不仅意味着它拥有极高的话题度，更说明观众已经彻底被这种危险爱情的氛围吸引。而真正让逃离他的岛爆火的原因，并不仅仅是霸总爱上我那么简单。他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他把爱拍成了一种牢笼。王凯木饰演的蒋正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温柔总裁，他不是那种会在女主哭泣时递纸巾的人，相反，他更像一头长期压抑情绪的野兽。表面上他冷静自持，掌控一切，可实际上他所有的理智都建立在不能失去露莎这个前提之上。这种角色其实非常难演，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变成观众反感的油腻控制狂。但王凯木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，他演出了蒋正邦的痛感。他的眼神里不仅有偏执，还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孤独。尤其是在预告里那个经典镜头，露莎站在码头边，而蒋正邦缓缓说出那句“你离不开这里，也离不开我”，那种低沉克制的语气，甚至比大吼大叫更令人窒息。很多观众会觉得蒋正邦像疯子，但更准确地说，他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。他想要的从来不只是爱情，而是彻底占有。他想把露莎留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隔绝外界，隔绝自由，甚至隔绝他过去的人生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只要岛还在，只要露莎还没离开，那么一切就都还属于他。而逃离他的岛真正高明的地方，就在于他没有把这种控制预拍成浪漫，相反，他让观众感到害怕。这种害怕不来自暴力，而来自情绪压迫。观众会发现，蒋正邦很多时候甚至没有大声说话，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像一张不断收紧的网。你能感受到露莎越来越难呼吸，而观众也会随着剧情产生一种强烈的窒息感。这也是为什么谭妍妍饰演的露莎会成为全剧最重要的灵魂。如果说蒋正邦代表的是执念，那么露莎代表的就是觉醒。过去很多短剧里的女主面对霸总时，往往会陷入嘴上拒绝，内心心动的套路。但露莎不一样，她从头到尾都保持着极高的清醒感。她知道蒋正邦危险，也知道这座岛根本不是爱情的天堂，而是一座精致牢笼，所以她一直在逃。这种逃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离开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。他没有被金钱打动，也没有被甜言蜜语迷惑，相反，他越接近真相，就越想离开这里，因为他慢慢意识到，蒋正邦拼命隐藏的不只是情绪，还有关于整个家族的秘密。于是，逃离他的岛的故事开始变得不只是爱情，它逐渐演变成一场心理博弈。很多观众为什么会沉迷这种剧情？因为它不像传统甜宠剧那样，结果一眼看到底。在这里，观众无法确定谁才是真正的猎人。表面上看是蒋正邦把露莎困在岛上，可随着剧情推进，很多细节却开始反转。也许露莎从来都不是弱者，她可能早就知道一些秘密，甚至故意接近蒋正邦。
而蒋正邦看似掌控全局，实际上却可能一步步陷进陆莎设下的局。这种猫鼠游戏的设定让整部剧拥有极强的追剧快感，因为观众永远猜不到下一秒谁会占据上风。尤其是目前流出的那场暴雨对峙戏，已经被很多网友认定会成为全剧名场面。倾盆大雨里，陆莎终于崩溃大喊：“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”而蒋正邦站在雨中，只是沉默地看着他。那种压抑到极致的氛围，甚至比直接争吵更加刺痛人心，因为观众会突然意识到，这两个人其实都被困住了，一个困在执念里，一个困在真相里。而孤岛这个设定，其实也隐藏着非常深层的隐喻。从叙事角度来看，岛屿意味着封闭、隔绝、规则失效。在这里，没有外界干扰，没有法律秩序，甚至连时间感都会逐渐模糊。岛上的一切都由蒋正邦制定，这就意味着陆莎不仅是在对抗一个男人，她是在对抗整个环境。导演唐海佳显然非常懂得如何利用这种空间压迫感。整部剧的色调偏冷，海风、阴雨、灰蓝色天空不断强化观众的不安情绪，而每当男女主出现短暂温情时，画面又会突然变暖。这种强烈反差反而让观众更加上头，因为越温柔就越危险。很多人都说逃离他的岛有一种电影级短剧的质感，其实并不只是因为镜头高级，而是因为他真正懂得情绪留白。他没有把所有情绪一次性爆发出来，而是不断积压。角色越冷静，观众越紧张。这种压迫式叙事恰恰是现在很多短剧最缺少的东西。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部剧目前不仅在国内热度极高，在海外平台同样引发大量讨论，尤其是在 TikTok 上，关于危险系爱情的剪辑播放量增长非常快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全球观众其实都在厌倦低级工业糖精。相比无脑撒糖，现在的观众更喜欢高智商情感对抗。他们想看的不只是恋爱，而是情绪拉扯、人性失控，以及爱情背后那些无法言说的阴暗面。逃离他的岛恰好精准踩中了这一点。他最聪明的地方就是让观众一边害怕蒋正邦，一边又忍不住心疼他。你会觉得他危险，但又能理解他的孤独。你会希望陆莎逃出去，可当他真的离开时，你又会替蒋正邦感到崩溃。这种复杂情绪才是真正高级的角色塑造。而关于大结局，目前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猜测。有人认为陆莎最终会成功逃离孤岛，并曝光蒋家的秘密，也有人觉得他其实早已爱上蒋正邦，只是无法接受这种病态爱情。甚至还有网友大胆预测，结局很可能不是传统 A 级，而是开放式收尾。也许陆莎离开了，也许蒋正邦终于学会放手，但更有可能的是，他们谁都没真正逃出去。因为真正困住人的从来不是岛，而是执念。如果逃离他的岛真的按照这种深层心理路线发展，那么它很可能会成为短剧市场新的分水岭。它证明了一件事，短剧不一定只能靠狗血取胜，真正高级的情绪博弈同样能够让观众疯狂沉迷。最后也想问问大家，如果你是陆莎，你会选择逃离蒋正邦，还是留下来面对真相？而如果你是蒋正邦，你真的会为了爱把一个人永远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猜测和观点。你认为逃离他的岛最后会是 A 级、B 级，还是开放式结局？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内容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高质量剧情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